除了Hello 卡迷们，我在美国呢，然后前2天刚陪导演去领了奖。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跟你们聊聊天，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关于我新的这个身份制片人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一个时尚博主突然之间变成了制片人，还有制片人到底都是干什么的？所以今天就趁这个视频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制片呢其实分为很多种，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制片人这个词儿，尤其是一说到大的电影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制片。首先哈，就是我自己最开始听到制片出现在我生活里的时候，是我还在 Vogue 杂志做编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杂志就配备有一个叫做 producer 这样一个角色。不过这个和电影的制片、大制作的制片人有相似，但是又有不同。据我所知啊，这个 producer 的配置并不是在所有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 Vogue 杂志算是给我们编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保障。producer 他们呢主要负责跟所有时尚大片拍摄相关的所有的事宜，从整体预算到底是怎么样去把控，具体到怎么样协助造型编辑们找到合适的摄影师、模特、场地、拍摄时间以及相关的道具，甚至包括在拍摄前的看景。拍摄之中所有大家的餐食和车辆的安排，以及拍摄之后怎么样给大家去结款，这些都是我们杂志 producer 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我刚到 Vogue 的时候，我们只有1位制片，后面呢因为工作量增加，然后增加到了2位，我不知道现在是有几位哈。就是因为那2位同事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保证了我们每一次时尚大片拍摄的顺利的进行。因为平面拍摄要比视频啊、广告啊、电影啊拍摄要简单特别多，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多的制片人，1位最多到2位，他们就已经足够能够去 handle 整个时尚杂志在每个月的这个拍摄的体量了。广告和电影里面的制片人又会有一点不一样。其实我真正啊就是一个莫名其妙入行的身份，是从广告拍摄开始的。我记得应该是1-2年前，应该是我跟导演结婚之前，有一次他要去杭州拍一个比较大的国产品牌的广告，品牌方是主动联系到了导演，希望能够跟他合作，接洽一向都很顺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项目就一直被延期。但当时他有他的制片人，结果等到这位制片人都去法国休假了，这个项目才开始启动。当时他就带着一个制片助理，2个人直接奔赴到了这个拍摄现场，结果现场出现了各种的抓马，从品牌方一直拖延不付钱，到实际拍摄的时候 agency 的 creative director 辞职，导致整个项目之间的沟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导演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快10年的时间，但是呢他是个语言白痴他自己国家的3门语言他也只讲1个，所以他确实不太会讲中文。大概在现场拍摄的时候，专业的东西是能听得懂的，实拍的时候一些导演的操作用语他也是可以说的，但是真的要去跟品牌方，尤其是去跟 agency 去交流很深的东西，这个他就真的做不到了。那当时的制片助理呢，经验也不是很丰富，所以现场就会出现很多交流上的障碍，以至于双方一度陷入很尴尬的境界。而我当时呢，只是陪着他去到杭州出差，那顺便去办自己的事情。后来我在现场的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帮他们一系列的沟通之后，最终的这个拍摄还是很顺利的都完成了。而那个也变成了我第1次被迫成为制片人的经历。从那之后，导演凡是有一些项目广告需要跟中国方的这个客户进行沟通的，预算并不多，我又刚好在，那我就都会帮他去承担这个制片的工作。这个地方我说的是制片，他是实际执行人，而不是制片人。也就是我要在拍摄现场帮助品牌跟导演的这边的拍摄团队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及确保拍摄时候所有的细节能够顺利的展开，最终保证拍摄能够实现。英文我们可以去叫做 producer。 再后来到了最近，大家都有看到我们在发，我们帮可口可乐 Coke Studio 以及 Universal Music 联合拍摄了2支 MV 广告。那在这支 MV 广告里面，我的角色叫做 Executive Producer， 身份上升到了制片人，管钱了。这个项目和之前的项目不太一样的就是，我的项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跟品牌方去沟通所有的拍摄的计划，谈所有拍摄的报价，算钱的，以及搭建整个的拍摄团队，包括我们的 line producer 实际的执行的制片团队的配合，以及导演这边的工作的安排统筹等等等等，很多细碎的工作全部都有在做。这个拍摄其实说小，对比电影的拍摄要小一些，但是说大也真的非常的大。我们第1次在北京的这个可口可乐的拍摄，当时很多人有看到我的幕后 vlog， 大概能了解我们当天现场场地很大，人员看起来也非常的多，应该是有加上搭建的工人呐，等等等等，上百号人是有了。而且我沟通的人也很复杂。英国这边呢，我是对接 Universal Music 总部的 producer， 他负责整个 Coke Studio 在全球的项目的统筹。
以及那边的 director， 也就是一个总的执行导演。我还要对接 Universal Music 中国团队的这些同事，同时我还要对接中国的可口可乐客户这边的团队，以及他们当天有派奥美北京的一位同事到现场进行一些幕后花絮的拍摄。所以等于我自己一个人对接的客户就有这么多个，我还要对接导演团队，也就是我们的拍摄团队。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主要是跟导演去做对接，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及时跟英国总部去反馈现场实际拍摄的一个情况，保证拍摄的顺利进行。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line producer 团队，因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拍摄，你需要有人帮我们去找场地呀、做搭建呀、买饭呐、叫车啊。这个呢是不同的地区，我们会有不同的 line producer 执行制片团队帮我们配合去实现。因为这个可乐的项目，其实每次拍摄的时间都非常的紧，大概都是1-2个星期告诉我们我们要拍了，而且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所以我其实也真的很感谢我特别靠谱的北京执行制片团队的小伙伴们，因为他们特别给力，所以也让我省了很多心。跟他们的对接也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以上呢是作为广告的执行制片人我所承担的角色。那接下来再说一说电影啊，我在微博已经宣传了好久。我们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拍摄了一个电影短片，叫做《Kite 风筝》，热闹闹的宣传了很久，但是一直还没有给大家看成片。原因呢是因为拍摄是拍摄完了，1周的拍摄时间在岛上，条件很艰苦，但团队非常的给力。但是这个片子依然还没有上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准备把它投向各大海外的电影节，等到这个参奖结束之后，就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看了。我其实还挺好奇你们的评论的，作为我的处女作，真的是完整的从头到尾制片的一个处女作，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点个关注，电影上线的时候你们就不会错过了。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电影短片的制片人我到底都做了什么。在这里呢，我的 title 叫做 Executive Producer。执行制片人，这次是制片人，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也依然是承担了这个 producer， 也就是现场制片的2个身份角色。首先说一下执行制片人，而这次我不单单是管钱了我还是那个找钱的人。因为短片跟长片电影不太一样，短片它是很难有市场回报的，很难是赚钱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导演如果想表达自己的能力的项目，或者一些政府的项目，有这个宣传的目的，他可能拿到一定的赞助和支持，它的回报更多就是你这个片子最终的一个曝光量。而长片电影能够找到钱的这些制片人，他们要给投资方承诺最终的票房保证，帮助投资方去赚钱的。所以相对来说，其实短片的投资钱不多，但是更难找。那机缘巧合，就在花鸟岛遇到了对的人，找到了对的资方，加上呢，这个故事确实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很符合花鸟岛这边非常治愈的整体的这种氛围感。所以正好一拍即合，我就帮这个电影找到了一笔投资。那紧接着就是找团队，也是在导演的帮助之下，我们也找到了非常靠谱，一个人顶10个的拍摄团队，然后拉到花鸟岛上，在这个风岛季节的1月份，用了1周的时间，经历了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到阴雨密布，整个岛停航，天气的变化正好又符合了人物心情的变化，很完美的把这个电影拍完了。那拍完还没有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拍摄很贵，但其实后期的制作基本上跟拍摄可以说是1比1的比例。那后期制作的部分也非常的重要，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再去找后期的团队，无论是剪辑，甚至包含预告片的剪辑和最终电影成片的剪辑，都是不同的团队去做的。加上声音啊、配乐呀、调色啊等等，甚至连加字幕，这些都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制片人也要帮助导演，最终能够保证电影能够准时交片。这个呢，就是执行制片人的工作。当然，除此之外，最后还有一个宣发的工作。那对于我而言，就是帮助导演一起去选择合适的电影节进行分发。如果能够在海外获得奖项的话，也算是帮助花鸟岛去做了一个宣传。这个呢是执行制片人的身份该做的事情。而在现场呢，我又像老阿姨一样照顾大家的饮食。当然这个部分我也有我们的 line producer， 就是岛上面非常靠谱的团队的小伙伴帮我去具体实现。但是呢，我要去进行对接，保证电影拍摄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有饭吃，都能够保证他们的状态是好的，能够休息好。很琐碎的事情，但是缺一不可，也算是整个团队拍摄的一个凝聚力，将这个团队在条件艰苦、费用有限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片子用最好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听起来呢，好像有点专业和枯燥，不知道今天的分享你们是不是有兴趣？但是知道了这个制片人到底在干什么，后面再给你们分享花絮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看起来应该会从一个更专业的角度去审视。那接下来呢，我也还会有大片的拍摄、视频的拍摄、广告的拍摄，还有可能有电影的拍摄。等到这些现场的时候，我也会通过 vlog 的形式去记录分享给你们。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关注。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给我一些鼓励，一键3连。我是 Camila， 一个不务正业的时尚博主，一个新入门的制片人。关于时尚和电影，我们边喝热水继续聊。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期再见，拜。